朋友们，开悟呢是佛家的描述，而楞严经呢又在佛家被称为开悟的楞严。那么从楞严经的角度来看，开悟究竟在哪里呢？要明白这个，我们首先就要知道心是什么。从佛家的角度来看，心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妄心，相信大家都听过笛卡尔的一句名言，那就是我思故我在。我们如果认为我心是思想产物，这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观点，并不是心本身。就好像我们说我心里好难受，这个难受可能是一种情绪，可能是一种思想感受，也可能是身体部位的不适。这显然不是说心本身，而是说心能够知道种种身心现象和情绪、思想感受。如果认为思想、情绪、感受等等身心现象就是心，就是我，那这就是妄心和假我。第2个层次是觉知，我能知道妄心、假我以及种种身心现象的存在，这个知道便是觉知。就好像我能够看见眼睛看见的图案，我能够听见耳朵传导的声音，我能够明白思想和情绪好坏。这个能知的主体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真我。而在楞严经里，佛陀对弟子阿难7处征心，让阿难仔细寻找这个能知能明的心在哪里。最后发现，这个能知的主体并没有实质存在，这便是密心了不可得。真正体悟到密心了不可得，就是一种顿悟。就像禅宗二祖慧可请求初祖达摩帮助安心，达摩让慧可自己找找心在哪里，结果慧可找不到，达摩却说心安好了。慧可那一刻也悟了，根本没有心的存在，又何谈安心？第3个层次是觉性、本心，这是超越觉知的存在。实际上，如果能时刻体悟到心不存在，觉知不存在，而种种现象又在同时发生，能够让这一切现象发生的本质，便是本心、本性、觉性。为什么觉知不存在？在楞严经中，佛陀让弟子阿难7处征心，是要让阿难自己去发现这个能知能明的心和觉知主体并没有实质存在。如果要弄清楚7处征心的含义，首先需要明白这里所谓的心，即是对眼见、耳听、鼻闻、舌尝、身体触觉、思想情绪6种信息的觉知主体。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世界呢，永远离不开眼耳鼻舌身意6种作用，6种分别作用产生的信息，被同一个觉知主体所接收。就好像眼在看时，耳朵也能听，身体也知道冷热，我们也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眼耳鼻舌身意6种现象，都被一个觉知的主体知晓。假设这个觉知主体是在身体内部，那么必然有一个产生这个主体的身体器官存在。但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大脑中有这样一个器官组织存在，这也是一时存在的未解之谜。以眼睛能够看见视觉图像来举例，眼球产生视觉信号，经由视觉神经传递到后脑的位置，由后脑转变成心理图像。然而问题是，后脑只是形成了心理图像，心理图像又被谁接收？科学研究无法定位下一个具体的接收组织。就好像我们闭上眼睛幻想一幅图案，这个由后脑形成的心理图像，又被大脑中另外哪一部分所认知和看见呢？如果说形成即是看见，那么我们的觉知主体便不再统一，我们将会有6个觉知主体。但是很显然，能觉的心只有1颗，觉知的主体只有1个，只是在接收眼耳鼻舌身意6种不同的信息。所以人的大脑里并不存在着一双最终的眼睛，一个最终的觉知主体。
一个产生灵魂和觉知的具体组织。这也并非科学没有找到这个最终组织，而是从逻辑上来看，以视觉图像能被觉知接收来说，如果存在这样的最终接收组织，那么传导神经就会变得无限长，因为我们根本找不到那个突然由图像转变成主观知晓的临界点。这就好像 0.9 的循环永远不会成为1。另一方面，觉知主体也不是大脑和身体整体运作的产物。有很多被切除部分脑组织的人，他的觉知却仍旧是一个不是大脑整体运作的产物，也无法找到觉知存在的最小组织。这也便是佛陀七处征心的大致含义。能觉能知的心不在内，不在外，不是身体的整体运转产生，也不是因为被知的现象而引发。这也即是密心了不可得的意思。我们的思想、情绪和感受是大脑和身体的产物，而能知能明的觉知却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无法定位觉知和意识存在的最小组织，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儒释道的智慧等等来进一步探究。从《楞严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更像是一种接收器官，在某一个回路和区域中接收到了这种意识元素，而不是说能觉的意识是由大脑本身所产生。举个例子，我们的大脑更像一台收音机，接受到了某个频段，这个即是觉知的主体，能知能明的心。只不过在接收之前，那个主体是整体的觉性，被接收后，就只能去觉知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6种分别。因为这个觉性本来是无限宽广的，但我们如果用人眼的分别觉知去看世界，那就注定是虚妄和不全面的。因为人眼能见的光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也许鲸鱼所看见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但人眼与鱼眼所见究竟哪个是真实呢？所以人的思想和智慧也是受限的，都是基于约束的，也只是分别觉知，只能知道大脑陈旧的记忆和画面。就好像我们闭上眼睛，只能知道记忆中的东西，即便是对未来的想象和担忧，也是基于过去、基于陈旧的。这就是分别觉知的束缚，就好像整体的觉性住进了有6种障碍的监狱。从某种角度来看，就算是一只蚂蚁也有觉性，也有能知能明的心，只是它少了一种分别觉知，也就是对思维和情绪的分别觉知而已。但是蚂蚁的觉性却是不多不少的，只是觉性通过蚂蚁的身体知道的少而已。觉性在蚂蚁本身是不多不少的，这就是众生平等的含义。那我们该如何回归觉性呢？佛家认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6种分别觉知是觉性的体现，但不是觉性本身。所以体悟到圆满的觉性，眼睛就不要去执着能见的现象，耳朵就不要去执着声音和别人的话好不好听等等。这就是远离6种尘埃，离一切相。而这个离字，并不是说要隔绝和脱离，而是说不要去分别和比较，从而让事物现象回归本来，也就是如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觉知就接近于圆满的觉性。所以我们并不能说我体悟了觉性，产生这样的认知即是分别的觉知，是觉性去受限的分别了一个念头而已。这也正如《金刚经》中所说的，阿罗汉能说自己证得了阿罗汉果吗？不能。罗汉如果认为自己是罗汉，那就是个分别的念头而已。把一个念头当真，就不是证悟真空觉性的罗汉了。另一方面，佛家所说真空觉性因众生不同的业力随缘显现，也是说这个道理。人类共同的业力就是眼耳鼻舌身意6种功能而已，而别的动物也许多了一种业力，
就好像蝙蝠多了一种声波定位的功能，即是多了一种业力，所以蝙蝠认知的世界和人类肯定是不一样的，但两者都不是真实和全部的。这个就是真空觉性随缘显现，是个什么样的器皿，就能认识到什么样的世界。所以说要离一切相，离开分别比较受限的觉知，才能体悟到圆满的觉性。体悟到这个圆满的觉性，也就是佛家所讲的开悟、明心见性，也就是不再执着于自己受限的分别觉知，不再执着于受限的思想、情绪、烦恼。不过要注意的是，虽然圆满觉性的自由解脱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去追求。这就像《楞伽经》中所说：如故欲得如来随入身者，当远离生住灭妄想虚伪，唯心直进。意思就是说，想要获得心灵的解脱与自由，这本身就是生住灭妄想的体现，本身就是一种分别的妄想。只有唯心直进，当下去承担，当下去成为真相本身，才是时刻的自由和解脱。如何做到唯心直进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大脑当真，要去专注的体悟觉性本身，而不是用分别觉知来认知自己大脑想了什么，应该做一些什么改变才能更好。圆满的觉性本身什么也不会做，只有充满妄想的大脑，才会陷入记忆和陈旧的智慧，才会想着要去修行，要获得解脱，要感受清净。而圆满的觉性本身就是解脱与清净的，这便是唯心直进，直接去成为真相本身，远离大脑中能够觉知和能被觉知的妄念，远离能够实现和能被实现的动机，也即是能所双亡。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任何事物都是本来面目，花就是花，树就是树，一切如其所是，没有多余的认知，没有自我的概念，就是没有了法，即是人空法空，一切好像都存在，但一切都没有了主观的分别。就好像听到别人骂了自己，但自己根本没有在忍耐，因为自己其实是没有去分别觉知大脑的反应，没有去觉知那些陈旧的习惯，所以一切都没有多余的意义，就好像一切没有发生一样。被辱骂与被夸奖没有区别，这即是无生法忍。但要做到这个并不容易，这个需要一种深刻的洞察和智慧。一旦做到了，我们就会像弥勒佛一样笑口常开。弥勒佛的笑口常开有2层意义。第一层是，我们的分别觉知都是虚幻的，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也是基于自身局限的虚幻。第二层是，远离分别觉知，不为事物附加多余的意义，圆满觉性的常乐我净就会时刻浮现，这个才是意识存在的本来面目，所以会笑口常开。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